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前段时间我们在陕西龙门洞看过、攀爬过一座悬空寺，那个是在悬崖绝壁当中，想要上去呢是非常困难，胆小的人呢可能都不敢攀爬上去。当时我在说，是我迄今为止看过、攀爬过最惊险的悬空建筑。那这个记录可能今天就要打破了。我现在是在贵州铜仁的大山里面，在我后面的山顶上面呢，有一座建筑，它四面都是悬崖绝壁，想要到达是非常困难。它的惊险程度啊，比那个我们之前看到过任何悬空建筑都更严重。之前我们攀爬过的，在路上啊，惊险的地方可能还有那个护栏、铁链抓着，而今天我们要攀爬的，它任何都没有，必须靠你自己的能力攀爬上去。我在来之前看资料，很多人呢攀爬到一半就打退堂鼓，不敢上去了，因为确实是很惊险。那么今天我就去挑战一下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能不能攀爬上去啊，就是从这里开始上去。这边还写了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。这个道路都是经过修缮的。这一块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走，主要是登顶的那一块呀比较难。到了一个牌坊，写的是莲池圣地，因为这个山顶那座房子叫做莲池庵，莲池庵遗址，就上面以前呢也算是一座寺庙了。牌坊旁边有个小房间，这供奉的是谁呀？看不太出来。这个牌坊大概是20多年。刚刚碰到一位攀爬过的大哥，他说非常危险，如果说胆子小就不要上去了，或者你要上去一定要考虑好，因为没有保护措施。他说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攀爬上去的。上面呢还有几个人，总共就2个人登顶了，其他的人都没敢上去。听他那样一说，我都感觉啊，我可能登不了顶啊。上面大概还有3个人，这个山也挺高的，攀爬上去，他说要差不多1个多小时。不过也正常了，只要是在山顶的这些悬空建筑、悬空寺庙或者道观，都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。在这一块又看到一个小庙了，这应该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。我在网上看到20年前他们往这里路过已经有了。到了半山腰，像这些都是在这种石山里面开凿的，在400多年前先人们就开凿了这样的道路，当然后期是经过修缮。我在这里看到一些水泥，那就是几十年前把这里修缮了一下。这下面都是用石头堆积起来的，以前是没有道路。哎呀，好累呀！它这里从下面到顶部海拔可能有500多米。看看这个位置，这完全就是在这种垂直的崖壁上面开凿出来的。这下面都这么惊险，上面就更不得了了。这里窄的地方可能50公分，最窄的地方脚都要横着放。哎呦，哎呦，要小心啊！看看，旁边就是悬崖。我现在走的位置已经很高了，看看周边的环境，全是大山呢。我是在下边的河流那里走上来的。贵州最不缺的就是大山。哦，有人下来了，可能是他们攀爬完了。下来就是靠人横着走是吧？不是，人横着走，现在屁股。哦，屁股等于坐着哦。你们有经验呢。
去看看吧。如果能上去我就上去，不上去我就下去。刚刚那2位大哥他们是登顶过了，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人，再三提醒我一定要小心，上去的话要充分考虑一下。这里以前应该是这个寺庙的大门，我们常说的寨门。因为寺庙也会有山门嘛，你看这里很多以前留下来的，这还有那种门栓的痕迹，全是人工把它堆砌而成。现在上面已经没人了，就剩我一个人攀爬。快到了，建筑就在这个山峰的顶部，我们在下面看这个山峰都很高啊。走了差不多1个半小时，来到了山脚下的位置。这一块是登顶的，上面有一条道路，惊险的就在那一边。这下面呢也有个洞穴，有一些建筑。因为这一块以前是一座寺庙，而且呢规模不小啊，很多人会来这里。那在下面肯定是那些修行人居住的嘛。你看这些石头，等于是一个院墙一样的。或者是我们说的基座，这都是把那石头弄平了堆砌而成。在前方出现第2道山门，历史都是非常悠久啊。走进来发现有点像洞穴人家，也是弄了2层。这个石头的规模真的是很多啊。在贵州很多这种洞穴里面呢，都会有一些寺庙存在。你像安顺那一带就有好几个，下面有，上面也有，可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。这山上蚊子特别多。这个地方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啊。按照资料记载，大概是明朝万历年间，有一位叫做无相商人的和尚发现这个地方有灵气呢，于是便在这里修建小寺庙。他大概是花了10来年的时间建成了。大概是2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穴里面，估计呢当时这个和尚也是在这里居住。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山顶上面的，也是我们俗称的金顶，那里呢有2栋建筑。这里呢建成之后，由于位置特殊啊，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，包括其他人来这里参观。当时还有很多官员也来过这里。在这个墙壁上面还有很多文人墨客留下来的足迹啊，有一些诗词啊等等。在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，正常来讲我们去其他的地方都会叫什么寺，而这里呢叫做莲池庵。这个庵大家一听到可能会是属于尼姑居住的，那其实呢这个也是有说法的。在古代呀，寺最早的时候是古代官署的名称。你像秦汉的时候，像那些廷尉、中正、大司农、少府，这些都是属于90大卿，都是属于大官。明清的大理寺，大家应该也听过，这都是官府的一些名字。到了东汉的时候，佛教呢开始传入到中原，特别是有一个僧人，他带着佛经来到洛阳。由于当时他是外国人，自然要交给接待外宾的官署鸿胪寺对接。那皇帝大臣接触到佛经之后，觉得佛法不错，非常有利于他们的统治，于是呢，为了算是和他们交流，就建了一座白马寺。这是中国兴建的第1座官办寺庙。也就是说啊，白马寺最开始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寺庙，它是相当于一个政府办事机构，主要呢工作是翻译经典、讲解佛经，和那些僧人对接。这样的话，慢慢的寺就变成了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称。我们常说尼姑修行的地方庵，它是指小庙，本意呢是不对外开放，后面慢慢就变成了尼姑修行之所的称呼。刚刚我们说了寺，那经常说的寺庙，其中里面还有个庙，它也是有说法的。它一开始呢是供奉祖先的地方，供奉祖先鬼神，在中国又有非常悠久的历史。后面呢，从汉代开始，庙呢
与那个土地庙混在一起，于是呢，慢慢就有了宗教的性质。那佛教传入到中土之后，就借用了庙这个称呼，于是呢，寺庙就是这么由来的。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，寺庙这个从来就不是佛教场所的专用词汇。那这个地方被称之为莲池庵，可能就是由于当时这一座庙非常小，于是呢就取名了这个名字。去2层看一下，这边还有消防池。看墙壁上很多石头是经过开凿的，要不然不会弄成这个样子。在贵州这样一层一层的石头很常见了，到处都有。这里还有个厨房，因为以前可能是有人在这里生活嘛。这都是比较传统的碗柜。这里还有功德碑，在这个墙壁上面有很多文字，这应该是以前人们留下来的，历史也比较悠久啊。因为这一个地方有几百年的历史。这一块碑好像是乾隆时期的。前方这个墙壁上面以前应该只有壁画，看模样的话，应该是一条龙。这里有个观世音的佛像，这上面好像还有个小洞穴，去看一下。地下水。当时那位和尚，包括建成之后有人在这里生活的取水估计都是在这一块。现在我们看到这里的房屋是非常一般，我猜想在明清的时候，这里的房屋应该还是不错的，估计也住了起码可能有几十个人吧。如果没有几十个人，不会弄成这个样子的。这是一个院墙，因为弄成这个样子，肯定是有很多人在这里发挥了很多功夫的。我们往前走，去登顶了，尝试一下。就是这里。开始攀爬之前，我们通过航拍来看一下这个绝壁上的栈道，这样看是非常惊险，而且呢，算是羊肠小道，得慢慢的爬上去。从底部到上面，整体的话可能有100多米。你看，完全是等于镶嵌在崖壁上面的通道，越往上升就来到了金顶。它这个绝壁栈道是分为2部分的，一左一右，这就是顶部上的建筑。开始攀爬了，刚开始这里就非常陡峭，而且很窄，这里估计也就是30公分左右。我有点紧张啊，给大家看看我怎么爬的啊。我都不敢站直，站直很容易摔倒。哎呦，这等于真的叫攀爬。这是下面的道路，转过来。刚刚我们走了5、6米，这边往上看，从这里攀爬上去，旁边是没有护栏的，我得扶着这个墙壁才行，要不然我都不敢走。像这一块都是修缮的，到了这一块比较长啊，可能有10几米，而且非常陡，很窄。关键是旁边那个石山还往外突出了一点，就更危险了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是一条道路，那以前是没有的。当时可能为了修建山顶那座建筑，就从这里开始修路，下面堆积石头，根据这个山体形势，慢慢的堆砌上去，这样才弄成了一条道路。这一块我真的有点不敢爬呀，
尝试一下吧，看看能走多远。如果那里太陡的话，我就不走了。视频里面可能感觉不出来，但实际来讲，真的是不得了啊！太陡峭了，我还是攀爬一些吧，看看能不能上去。忘记那个带挂脖相机了，太陡峭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只能这样了。这一块非常窄小，主要是旁边完全没有护栏，得紧挨着里面攀爬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通过航拍再仔细看一下这个陡峭程度，这样视觉效果会好一点。恐高的人肯定是不能爬这个。我有点紧张，我现在靠着里面呢，都不敢看外面。给大家看看陡不陡，继续攀爬。主要是这个地方没有护栏。哎呀，终于到达一个休息台了，这里就好一点了，相当于我们到了中间了。哦，上来了，这里还有一个小平台呀。我们要看的那个房子还在这个上面，这里这个穿洞估计也是以前他们为了上去修建那个建筑而打通的，这些全是人工建造的。还有2层啊，继续挑战吧。这里宽敞一点就好走一点。还没对窄的地方，如果是窄的地方，我就要爬了。这边的台阶也是有一点危险性的，我们通过航拍也能看得清楚。只不过相对刚才来讲的话，会稍微好一点点。它这边同样也是没有护栏的。最窄的地方大概就30公分。我们攀爬这个很吓人、很刺激、很危险。那关键我们还得佩服以前建造这个地方的人，他们要在这个上面建造就更不容易了，毕竟是在这上面工作嘛。走了2/3了，快到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情况。太刺激了！看看前面这里全是人工堆砌而成的。他们肯定是在这个崖壁上面工作了好多年时间，因为一下子是建不成的。我们真的佩服我们国家的工匠啊！很多时候，在这种悬崖绝壁上面建造寺庙，真的不简单呐。像我攀爬这个的话，基本上是手脚并用。而在300多年前，他们在这个悬崖绝壁上面还要开凿一条道路出来。而且还是体力活，确实是非常厉害。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，当时他们是怎么建成、怎么建造的。因为这2栋建筑完全是在悬崖上面，可以说四面都是悬崖。我们往前走，我听到下面有人说话，难道还有人要上来吗？像这些全是以前的人们弄起来的。终于登顶了，没想到我终于上来了。我一开始都不敢上来，我在那里犹豫了好久啊，想了又想，看了又看。这就是金顶了，还剩下2栋房子。先看看周边的环境。哦，也有人上来了。Hello。下面有人上来了，看看，这里起码有100多米。刚才看旁边，我都有点头晕。
来看看上面这个房子，这以前是有对联的，现在没有了。这应该就是一个庙啊。整体而言，这2座殿宇都不是太大，现在只剩下残垣断壁了。以前是有屋顶的，估计当时那个无相商人，他应该是在这一块修行过的。这全部是石头，我感觉啊，这些石头弄不好都是从下面往上运的。现在是空空如也，前方还有一栋小房子，2座房子中间相当于是有一个天桥连接着。走中间这个道路也是有点发抖啊，因为2边也没护栏。哎呦，有点害怕。我这里又要蹲下来了，也不敢站直。哎呦，哦！大家看看周边，全是悬崖呀。这个房子稍微更小一点点，在门这里同样也是有对联的，建造方式和内部结构都是一样的。我就不走进去了，因为上面不好走，比较危险。往回走给大家看一看，看看2边，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害怕？那差不多看完了，我们就下山了。都是悬崖，现在下山。这里很陡啊。在我下去的时候，碰到一个徒步队伍，也爬上来了。这里看得清楚，也是手脚并用啊。现在开始下去了，下去是最难下的啊！我知道，下去是最难下的，要靠屁股坐着下去。哦，还有人上来。就这里最惊险，我得靠我的右手，左手不用力。这里确实是我迄今为止见过最危险的悬空建筑，也是最惊险、最危险的悬崖栈道。今天是不虚此行啊！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能够攀爬得上去。又攀爬下来了，反正大家能不来就尽量不要来吧，真的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